菜市场里鱼摊琳琅满目，野生的、养殖的鱼类混在一起，外行人有时很难分辨。有的摊贩看你是外地生面孔，可能就动起鱼目混珠的念头，把养殖鱼说成海鱼，以次充好卖高价。曾有内行人提醒我，买鱼时最好用本地方言询价，卖鱼的听出你懂行，就不敢轻易瞎吹。但对大多数人来说，不可能人人都是水产专家，那怎么才能避免买到假野生鱼呢？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渔民告诉我一个诀窍，牢记几种基本无法人工养殖的鱼，一旦碰见它们，就几乎不用担心真假，因为这些鱼99成都是大海的纯野生馈赠。如果遇到新鲜的上市，一定不要错过。人类养鱼吃鱼的历史极为悠久，早在古代就有养鲤鱼、草鱼的记载，现代水产养殖更是蓬勃发展，各种鱼虾从池塘走上市场，极大丰富了人们的菜篮子，像鲑鱼、鲈鱼、鲷鱼、对虾、螃蟹等，我们几乎把能吃的水产都尝试养了一遍，连以高速洄游闻名的蓝鳍吞拿鱼，也就是金枪鱼，日本科研团队都已经实现了全人工繁殖。但有那么8种看似平平无奇的鱼，却脾气特别倔，任凭科学家们绞尽脑汁，始终无法将其驯服成为流水线产品。它们有的天性难驯，有的对环境极度挑剔，有的养殖成本高得离谱。总之，至今几乎没法靠人类力量大量繁育，仍旧只能依赖广阔的大海孕育生长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看看是哪8种娇气又倔强的鱼儿至今依然保持着野性吧。第一种，带鱼。银白细长的带鱼是不少家庭餐桌上的美味。带鱼又称刀鱼，群带鱼广泛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海域的中上层水域，白天深浅，夜晚深上，终成觅食小鱼小虾。但你可能从来没见过活生生的带鱼，其实别说你没见过，连捕鱼的老渔民平时也难得见到活带鱼。带鱼是一种深海鱼，对水压要求苛刻，离开数十米深的海水环境就很难存活。渔民们从海里拉上海面的带鱼，往往已经因压力骤变而翻着白肚，奄奄一息。因此，市面上的带鱼基本都是上岸后立刻冰鲜或冷冻处理的。有人好奇，能不能像养鲤鱼那样把带鱼养在池塘里慢慢养大？现实却很残酷。带鱼离水即死，在人工环境中连活下来都困难，更别提长期饲养繁殖。带鱼还有个韧性的生理构造，它体内几乎没有鱼鳔，只能靠不断游动来维持身体平衡和浮力。一旦停止摆动，它就会像金属刀片一样往水底直坠。可想而知，把带鱼关在水族箱或海水网箱里，狭小空间下，它很容易无法回旋而碰伤身体，甚至因停不下来休息而活活累死。此外，带鱼是凶猛的掠食鱼类，只吃活鱼活虾这类鲜活饵料，对人工配合饲料根本不屑一顾。试问哪家养殖场愿意天天捕捞小杂鱼来喂养成千上万条带鱼？喂不对时，环境不对，它们就会成批暴毙。正因为种种原因，至今没有听说过带鱼养殖成功的案例。沿海虽然盛产带鱼，但供应市场的仍然全部是野生捕捞品。对食客而言，野生带鱼因为自由摄食海中小鱼虾，肉质特别鲜美肥嫩，难怪每年过年北方家家户户都少不了一道红烧带鱼或酥炸带鱼。下次逛市场，如果见到有新鲜肥厚的带鱼，不妨放心购买下手，因为那一定是来自深海的纯野生货色。说到带鱼，再教您一招挑选技巧。新鲜带鱼体表银亮有光泽，鱼身挺直厚实，反之发黄柔软的多半存放过久。野生带鱼通常尾巴较尖细，而养殖带鱼目前市面上几乎没有，基本无需担心。第二种，小黄花鱼。小黄花鱼俗称小黄鱼，曾经是中国近海4大经济鱼之一，另外3个分别是大黄鱼、带鱼和乌贼。上世纪50、60年代，小黄鱼鱼群曾经多到黄金遍海，每到鱼汛季节，东海、黄海满是成群的小黄鱼，渔民出海一网打捞上来，鱼仓能堆成小山。然而，长期的掠夺式捕捞让小黄鱼资源急剧衰退。到80、90年代，渔获量大不如前，渔民一度很难捕到像样的小黄鱼。野生数量少了，人们自然想到，能不能人工养殖来恢复产量，就像已经养成功的大黄鱼那样。
早在20世纪80年代，科研人员就突破了大黄鱼的人工繁殖技术。现在市面上卖的黄鱼大多是养殖的大黄鱼品种，但奇怪的是，小黄鱼至今仍无法大量养殖，一直没能鱼塘翻身。为什么偏偏小黄鱼养不活呢？老渔民说，小黄鱼的性子比大黄鱼更野，极度敏感难驯，它们对环境变化十分敏感，一旦被捕到池塘或网箱里，常常惊慌不安，不是很快死去，就是压根不肯产卵。科研人员曾花多年时间尝试驯养野生小黄鱼作为青鱼，但往往青鱼还没等生殖腺成熟就先后死光，或者少数存活下来也不繁殖。小黄鱼对水温、盐度、光照等要求也很挑剔，模拟它在大海中的产卵环境难上加难，并且它们每年会回游数百公里寻找产卵场，人工圈养会破坏其天性，使其不知如何生殖下一代。还有一个现实因素，小黄鱼个体小，价格相对低，科研和养殖部门投入的积极性不如大黄鱼那么高，导致技术攻关进展缓慢。目前仅有一些科研单位少量培育出小黄鱼鱼苗，用于海洋放流来恢复野生资源，但要真正养成可上市的商品鱼仍然非常困难。因此，我们平日买到的小黄花鱼几乎可以确定都是野生捕捞的。别看小黄鱼个头不大，其貌不扬，肉质可是出了名的鲜甜细腻。每到冬末春初，小黄鱼肥美之时，用它清蒸、红烧或裹粉、油炸，都是极鲜的下饭菜。如果在市场碰到价格实惠的冰鲜小黄鱼，不妨多买些囤冰箱，这可是不折不扣的纯野生海味，物美价廉的馈赠。另外提一下，小黄鱼个头虽小，内行选鱼时也有诀窍。一般野生小黄鱼眼球饱满清亮，鳃片红润，腹部不胀气，这样的黄鱼最新鲜。若鱼体干瘦或有异味，可能存放过久，不宜购买。第三种，青鱼。青鱼也叫青花鱼，是一种油脂丰富、肉质细嫩的海鱼，在日本、韩国等地餐桌上特别常见。日本人爱吃青鱼，有一道有名的醋制青花鱼，寿司就是用新鲜青鱼制作。有人说，日本人普遍长寿，与经常食用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青鱼不无关系。可就是这么一种美味又常见的鱼，却无法实现人工养殖。原因之一是青鱼生性好动，简直是海里的高速列车。青鱼游速奇快，经常需要辽阔的海域来奔驰。若把它们关在海上网箱或陆地鱼池里，狭窄的空间会让青鱼像困在瓶中的子弹头，一头猛撞向围栏或池壁，轻则碰伤脱鳞，重则头破血流。并且青鱼对氧气的需求量极大，只有大洋滚滚流动的海水才能满足它们。静止的人工水体中，很难做到水质像大海那样随时充盈含氧。青鱼在缺氧状态下会极度痛苦，甚至无法存活。除了跑得快、耗氧高、不好伺候，青鱼还是一种大范围洄游的鱼类。它们会随着季节沿海岸线成群迁移，数百公里觅食和产卵，对温度、洋流变化十分敏感。人工养殖环境中无法提供迁徙空间，青鱼在池塘里哪里也去不了，自然无法正常生长繁殖。退一步说，即使能养，经济账也未必划算。野生青鱼在我国近海并不稀缺，每年春秋渔民都能大量捕捞上岸，成本远低于人工养殖，所以几乎没有渔民会傻到去投资建设青鱼养殖场。现如今市场上的青鱼，不管是冰鲜的还是冷冻的，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大海里捞上来的纯野生货。如果想尝尝青鱼最鲜美的口感，一定要买当季新鲜的野生青鱼，像日本人那样轻撒食盐烤一烤，又或简单红烧一下。肥厚的鱼肉里满是浓郁的香气，那正是野生海鱼的独特风味。其实青鱼、马鲛鱼乃至金枪鱼都是远亲，同属于青科家族，天生体型流线，擅长急泳，需要不断巡游大海才能存活。选购青鱼时要注意鱼体表面的花纹和光泽。新鲜的青鱼背部蓝黑条纹清晰，腹部银白，眼睛透明有神。若鱼身颜色暗淡，眼窝凹陷，那多半是不新鲜的，味道会打折扣。由于青鱼极易腐败，购买后最好尽快烹调享用。第四种，马鲛鱼。马鲛鱼学名斑点马鲛，是青科马鲛属鱼类，
许多人可能叫不出学名，但提到北方知名的鲅鱼饺子，你也许就恍然大悟了。没错，鲅鱼其实就是马鲛鱼的俗称，这种鱼在渤海、黄海一带很常见。每年春天，沿海渔民都盼着鲅鱼成群洄游进入近海，好趁机大捞一把。马鲛鱼体型细长，肉质紧实，有弹性，用来包饺子，味道极鲜。炸制后再卤成五香熏鲅鱼，也是脍炙人口的名菜。在台湾，马鲛鱼被叫做白腹鱼，也是海鲜市场上的常见鱼货。然而，你能相信吗？鲅鱼虽然常见又美味，却无法像对虾、鲟鱼那样圈养起来批量生产。事实上，马鲛鱼和青鱼一样，都是活泼好动的大型洄游鱼类。它们生性凶猛，以中上层的小鱼为食，必须长距离追逐猎物才能吃饱。人工圈养无法提供这种远距离高速追击的条件，喂养上也跟不上它们的食量。据说早年也有人尝试在海边围设大网箱养殖马鲛鱼，但很快发现鱼儿们不停撞网想逃，结果不是自身受伤感染死亡，就是精疲力竭不久便亡。再加上马鲛鱼在野外的资源还算丰富，每年有固定的渔汛，捕捞上岸就能满足市场需求，养殖的经济意义并不大，所以全球范围内基本都没有马鲛鱼的养殖业。无论是在中国沿海还是在美洲、大洋洲海域，人们餐桌上的马鲛鱼也叫西班牙青鱼，无一不是野生捕捞的。下次当你品尝鲅鱼饺子、五香熏鲅鱼时，不妨记住，那独特鲜香来自大海的原始馈赠，可不是养殖鱼能轻易比拟的。鲅鱼属于中大型海鱼，新鲜度也很重要。购买鲅鱼时，可按鱼体大小选用不同烹法。大鲅鱼适合切断红烧或清蒸，小鲅鱼则适合做饺子馅或熏制。挑鲅鱼则要看其鱼肉是否紧实、富弹性，表皮斑点花纹是否自然，太软烂的说明不够新鲜。第五种，秋刀鱼。每年秋天，东北亚的海洋上都会上演一场壮观的秋刀鱼大迁徙。数以亿计的秋刀鱼从北太平洋的凉水海域南下，游向相对温暖的海域产卵。在中文里，因为这种鱼细长如刀，且在秋季渔获最为丰盛，故名秋刀鱼。在台湾也称竹刀鱼。日本人尤其钟爱秋刀鱼，将其视作秋季时令美食的代表。在日本民间甚至有没有秋刀鱼不算过秋天的说法。他们的文学和影视作品里也多有对烤秋刀鱼美味的描写。大导演小津安二郎还特地以秋刀鱼命名了自己的遗作《秋刀鱼之味》。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，秋刀鱼全都依赖野生捕捞，尚未出现人工养殖的产业。秋刀鱼为什么养不活？道理其实和青鱼有点类似，它们属于远洋洄游鱼类，对海洋环境的要求极高。秋刀鱼通常生活在10几摄氏度的凉爽海域，海水温度稍高，它们就难以适应。要人工养殖秋刀鱼，就得同时满足寒流与暖流交汇的特殊条件，让鱼群随季节经历水温变化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技术难题。另外，秋刀鱼以浮游生物和小型甲壳类为食，人工饲养需要提供大量这类天然饵料，成本相当高昂。更关键的是，野生秋刀鱼一次产卵能释放数十万枚鱼卵，繁殖力惊人，在海洋中自然繁衍即可源源不绝，根本没必要费力人工培育。综合这些原因，至今没听说哪个国家成功圈养过秋刀鱼。每年到了秋刀鱼肥美的季节，各国渔船便纷纷开赴公海，大捞特捞，迅速将它们送上餐桌。当你品尝那油脂丰厚、香气四溢的烤秋刀鱼时，可别忘了，这份美味完全是大海的时令馈赠，人工养殖场可生产不出来哦。顺带一提，秋刀鱼体型细长，选购时以身材比值，鱼身无伤且肚腹饱满者为佳。如果鱼腹破裂或明显干瘪，可能在运输中受损，或鱼本身不够肥美，要尽量避开。秋刀鱼的时令很短，买回后简单撒盐烤制或煎香，即可享受它本身的鲜甜风味。第六种，银鲳鱼。许多人买鱼时喜欢挑刺少肉多的品种，银鲳鱼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银鲳鱼又名平鱼、净鱼，形体侧扁如圆盘，鱼肉雪白细嫩，而且没有烦人的细刺，老人和孩子都可以放心食用。
但往往越受欢迎的美味鱼越难伺候。银鲳鱼堪称海中娇娇女，在水产养殖界更被公认为世界上最难养的鱼之一。渔民之间流传着一句打趣话：银鲳离水3分钟，劝你别养命不长。意思是银鲳鱼一旦脱离大海，非常娇弱，几分钟适应不良就可能死翘翘。这也是为什么市场上几乎见不到活的银鲳鱼，它们捕上来很快就死透，只能冰鲜售卖，要吃活鱼基本不可能。银鲳鱼难养有多方面原因，首先它的鱼鳞细小而脆弱，身体表面就像披着一层易碎的银箔纸，在人工圈养环境中，哪怕轻轻擦碰网壁或鱼体互相摩擦，鳞片都会大面积脱落。失去鳞片保护的银鲳立刻变得虚弱不堪，极易感染各种病菌而死亡。其次，银鲳鱼的饮食习性也很难人工满足，它的食道旁有特殊的侧囊构造，导致吞咽方式异于常见鱼类，必须慢慢吞食特定的小型饵料。一旦换成人工饲料，银鲳常常拒绝进食。科研人员戏称银鲳鱼挑食挑到没朋友。再次，银鲳对水质和温度变化极为敏感，养殖水体只要有一点点污染或温度波动，银鲳就可能成批生病甚至死亡。综合这些因素，想养活银鲳比登天还难。过去几十年，不管是美国、日本还是中国沿海，多次有人试图攻克银鲳鱼的养殖技术难题，但都以失败告终。直到最近10多年，国内的科研团队才取得一些突破，勉强将银鲳的育苗和饲养存活率提高了一点点。但即便如此，目前养殖出的银鲳鱼个体都偏小，成活率低，成本居高不下，还远远无法规模化供应市场。换言之，我们日常能买到的像样银鲳鱼依然都是纯野生的海捕品。需要提醒的是，市面上也有另一种鲳鱼可以人工养殖，俗称金鲳的养殖鲳鱼，体色略黄，体型较厚，价格便宜，产量大，但那其实和银鲳鱼并非同一品种，口感风味也有明显差异。当你花上不菲的价格买回一条肥美的野生银鲳，用清蒸或红烧方式细细品味它鲜甜嫩滑的滋味时，不妨想想，这可是海洋对饕客们的特别奖赏。养殖场里可养不出来呢？消费者在市场上挑选银鲳时，可以注意几个要点：优质的银鲳体表银白光滑，鱼鳍完整，用手按压肉质结实富有弹性。如果看到所谓活鲳鱼在水缸中游动，10有8九不是银鲳，而是其他可养殖的鲳类鱼，比如金鲳，这点要留意分辨。第7种，沙丁鱼。沙丁鱼在许多人印象中是廉价又常见的小鱼，超市里卖的鱼罐头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它。由于价格便宜，不少人想当然地以为沙丁鱼应该是人工养殖的大陆货。其实正好相反，沙丁鱼几乎无法人工养殖。我们在市面上能买到的沙丁鱼制品，全部都是野外捕捞而来。沙丁鱼往往数万条集结成巨大鱼群，在大洋中漫无边际地遨游。如此自由自在的天性，让它难以适应狭窄的圈养空间。试想，一个面积有限的海水围网，如何装得下一只沙丁鱼鱼群的迁徙路线？硬是把它们圈在小范围内。沙丁鱼会因空间受限而互相碰撞，再加上高密度下耗氧量大，水质易恶化，不出几天就可能大批死亡。除了空间问题，沙丁鱼养殖还面临成本的挑战。它们以浮游生物为食，养殖户若想人工喂养，必须准备大量浮游生物培育或特制饲料，而一条沙丁鱼本身卖价寥寥无几，却要吃掉比自己更昂贵的饲料，怎么算都是亏本生意。因此根本没有业者会傻到去投资沙丁鱼养殖场。大自然已经大方地提供了数不清的野生沙丁鱼，每年全球人类渔业都能轻松获取几百万吨的沙丁鱼渔获，足以满足市场需求。所以全世界都一样，大家吃的沙丁鱼无一不是野生的渔获。当然，野生并不等于取之不尽，我们人类也曾付出代价。比如上世纪中叶，美国加州曾因过度捕捞沙丁鱼导致渔业资源崩溃，罐头厂停业，给当地经济造成巨大损失。因此我们更应珍惜这得来不易的丰饶资源。南非每年都会出现壮观的沙丁鱼风暴，自然奇观。数亿沙丁鱼形成巨大鱼袋，
吸引无数鲨鱼、海豚、海鸟围攻吞食，场面蔚为壮观。如果我们希望后代也能继续目睹并享受这样的海洋盛宴，就必须适度捕捞，保护海洋生态，让沙丁鱼群永远畅游于蔚蓝之中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沙丁鱼并非单指某一种鱼，而是对几种小型远洋飞鱼的统称。它们虽然名字不同，但习性相似，都是喜欢群游、以浮游生物为食的鱼类。沙丁鱼富含优质蛋白和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，是营养学家眼中的优质水产品。选购沙丁鱼没太多学问，一般在水产市场中，沙丁鱼多以冰鲜或冷冻整箱出售，注意挑选包冰少、鱼体完整无破损、眼睛尚且清亮的即可。沙丁鱼买回后可盐烤、香煎或腌制，都别有一番风味。第8种，银鱼。最后要介绍的是体型最小但营养价值极高的一种野生鱼——银鱼。提起银鱼，江南人可能首先想到太湖300之一的银鱼美食。那晶莹透明的小鱼烩蛋，入口嫩滑，几乎没有腥味，连不爱吃鱼的小孩都能接受。银鱼其实并非太湖独有，而是广泛分布于江河入海口和沿海的半咸水水域。它们通体透明无鳞，骨骼柔软如细丝，营养极为丰富，蛋白质含量高，还富含钙质与多种微量元素，被称为水中软黄金。不过，银鱼对环境的要求也异常严苛，这导致人们一直无法将它人工养殖。银鱼的一生相当娇气，它们大多栖息在淡水水域中，但到了繁殖季节，却需要游向咸淡水交界处产卵。环境稍有变化，比如水中的盐度、温度不在合适范围，银鱼就无法顺利繁衍后代。曾经有养殖单位试图在湖泊中放养银鱼苗，但发现银鱼长到成熟阶段后迟迟不繁殖，最终不得不放弃。银鱼还特别敏感，如果水质中有农药等污染残留，它们往往整群死亡。由于种种原因，目前没听说过哪里成功实现银鱼的人工规模养殖。我们在餐馆或市场上能见到的银鱼，不管产自太湖、洪泽湖还是渤海湾，统统都是野生捕捞的结果。银鱼的产量也非常有限，需要仰赖自然的恩赐和休渔养息才能持续。想尝到一道正宗的银鱼炒蛋，必须使用货真价实的野生银鱼，其鲜甜滋味和细腻口感是人工饲养鱼类无法企及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银鱼并不是单指某一种鱼，而是银鱼科在学术上称为白藓鱼科的多个形态相似品种的统称。我国太湖的太湖新银鱼是其中最著名的品种。银鱼的寿命也很短，一般1岁左右就会死亡，属于一次繁殖型的短命鱼类。这也导致它们的种群数量对环境变化格外敏感，波动起伏大。由于银鱼个头极小，在市场上常以冰鲜或干制形式出售。购买冰鲜银鱼时，要选鱼体透明、无发红现象的；若是干银鱼，则要挑色泽自然、无杂质的。银鱼适合快炒或烩汤，不宜久煮，以免影响口感。以上8种鱼可以说是水产养殖领域里谁来都难搞定的刺头选手。目前全球水产养殖虽已能提供超过100种鱼类的供应，但这8种鱼仍然顽强地拒绝被圈养。它们有的因生理构造无法适应人工环境，有的因习性难以喂养，有的经济效益太低不值得养，有的则像高敏体质一样稍不如意就成批死亡。正因为如此，这8种鱼几乎100%只能依赖野外捕捞，是名副其实的纯野生鱼。老渔民传授经验，遇到以上提到的这些鱼货，你大可不必担心所谓鱼塘货的冒充，因为目前没谁能把它们成批养大。正因为完全野生生长，这些鱼往往风味独特，营养丰富，更显珍贵。我们不禁要问，假如未来科技足够发达，这些鱼总有一天能人工繁殖成功，那时在饲料池塘中长大的鱼是否还有如今这般鲜美之味？也许正因为某些美味只能由大自然造就，人类才更应心怀敬畏。希望在往后的岁月里，我们既能享受到养殖业带来的丰饶水产，也能守护住这些属于自然的珍馐，让它们继续在碧海蓝天间自由繁衍，世世代代惠及人类。